距天目山脉的不远处，萧炎第一次看见了七彩灵鹤上的凤小姐。此女名为凤青儿，是风雷阁东阁阁主亲收的关门弟子，也是年轻一辈中最有可能成为东阁阁主的人。只是相比这个身着七彩裙袍的女子，萧炎更关心那废天有没有跟过来，而这凤小姐却是对萧炎很感兴趣。因为拿下萧炎，她将离阁主之位更进一步。出进山脉时，二人就撞到了一起，两人都想为后面的血潭之争留点力气，就很默契的没有动手，各自离去。山脉之内有着浓郁的能量雾气，萧炎手中的地图根本就没有用。不过好在萧炎有着超强的感知力，想要凝出血潭内的奇异潭水，自然是需要异常庞大的精纯能量，只要锁定那能量最浓郁的地方，就不会出错。只是相对于凤小姐这种有势力背景的，能提前得知路线甚至知道近道的人，萧炎还是很吃亏的。为了不被甩开太多，萧炎决定连夜赶路。路上萧炎遇见了四方阁的另一位未来阁主万剑阁唐英，一出剑速度极快的黑衣男子。萧炎有意找个认识路线的一起走，可谁又愿意让自己多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呢？接下来的赶路中，萧炎遇见了一位故人。萧炎见到他时，有4名男子正想抢了他的通灵白狐，其中有3名格外无耻的还想着先奸后杀。在他即将重伤绝望之际，萧炎现身救了他。看着他诧异的表情，萧炎微微一笑，柔声道：“没事吧？”对于萧炎这般柔和的话语，纳兰嫣然也是有些愣神。他似乎很少见到萧炎如此平和地与他说话，毕竟他也知道当年的那些事。眉目微微闪烁，纳兰嫣然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没事，多谢你了。”缓步走到纳兰嫣然身边，瞥了一眼其身上缠绕的黑色能量，萧炎冷笑一声道：“暗属性斗气还真是少见啊，不过以你的实力，居然还出手偷袭，倒还真是挺让人不齿的。”语毕，萧炎拉过纳兰嫣然的手腕，用异火将黑色能量融化了去。身着深黄衣衫的男子没有接话，那3名猥琐男却是直接出手偷袭萧炎，结果被萧炎一尺拍飞。看着鲜血狂喷的3人，纳兰嫣然震惊了，仅仅一招便是将3名4星斗皇击溃。这个曾经被他认为是废物的青年，如今的自己只能仰望。身着深黄衣衫的刀疤男却是在此时鼓起了掌，缓缓站直了身子，目光紧紧望着萧炎道：“不错嘛，你叫萧炎？不知道那与风雷阁起冲突的人是否也是你？”萧炎眯了眯眼，没有说话。纳兰嫣然出声提醒萧炎道：“此人很强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抢通灵白狐，因为白狐对天目山外的天然迷阵免疫。”该男子道自己对白狐没兴趣，只是应别人请求帮一下那3个家伙。白狐不会给你，所以请离开吧。萧炎冲着刀疤男微微一笑道。刀疤男也笑了，森然道：“我王晨可不是什么好打发的人哦。”王晨，黄泉阁的王晨。纳兰嫣然一听，顿时就泄了气。在他所知的消息里，这王晨生性嗜杀，而且实力极强，能和一些斗宗阶别的老怪相战而不死。他并不想将萧炎扯进这趟浑水中来。萧炎偏过头看了纳兰嫣然一眼，似是知道他的担心，笑了笑道：“放心吧，交给我来。”嫣然视角，这个男人让他诡异的心安。语毕，萧炎就同王晨站作了一团。王晨上来就使出了一招黑虎掏心，一击不成，又施展出噬尸手直逼萧炎喉咙，结果被萧炎一拳击退，原因无他，一火对暗属性斗气的压制堪称丧心病狂。真要交起手来，萧炎有7成把握将王晨击杀。王晨想必也是吃到了一火的苦头，被击退后干脆丢下3个猥琐男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这一操作把纳兰嫣然惊得目瞪口呆。萧炎并不知道纳兰嫣然此时心中的震惊，赶走了3个猥琐男后，萧炎就拐着弯地问云云的消息。聪明如嫣然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被戳穿的萧炎索性直接问起了云云的存在，纳兰嫣然却是选择了沉默。好半晌后方才道：“我出来时老师嘱咐过，不让我与别人说他如今所在之处，特别是你。”萧炎愣了一会儿后，苦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也是要去那天山雪潭，如果你想的话，可以跟着我。”一路之上，两人边走边聊，倒也没有太过尴尬。一直到一处树门，有10几道人影直勾勾地盯着纳兰嫣然手中的白狐。这些人都是对着天山雪潭有着念想的人。被那众多目光灼热地盯着，纳兰嫣然脸色一变：“跟着我，不用怕。”随着萧炎的声音落下，9星斗皇的气势毫无保留地涌出体外。这气势一出，立刻就镇住了那些蠢蠢欲动的人。萧炎目光冷漠地缓缓扫过四周，淡淡的道：“靠近10米范围，杀！”这些人实力大多都是5星斗皇以下，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，可架不住有人贪心呀。一道狰狞冷喝声陡然响起，大伙一起动手将通灵白狐抢过来。那天山雪潭便是能有我们一份。话音刚落，萧炎就一拳将其轰飞了，镇住了想动手的众人。转身刚想离开的萧炎又听到了他不怕死的煽动言论，这一次萧炎没再惯着他，直接抓出了他的心脏，焚烧了他的身体。只是这一次并没能止住众人的贪欲，萧炎当即搂住了纳兰嫣然的纤腰，将其护送进树门内，自己则转身拿起了屠刀。
一记燕分尸浪齿后，方圆100里之内一片狼藉，不再管身后或死或重伤的人们，萧炎准备离开。一名样貌有些猥琐的灰衣老者叫住了萧炎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将这里弄得这么乱，难道就想这么一走了之？”感受到对方斗宗的气息，萧炎想到了先前聊天时纳兰嫣然的叮嘱，抱拳道：“这位老先生应该是赤金属族的前辈吧？”灰衣老者一听，顿时笑眯眯的道：“小家伙，眼光还不错嘛。”萧炎笑了笑道：“晚辈萧炎将这里弄成这般模样，倒是小子莽撞了，还望老先生勿要见怪。”语毕，萧炎递了一瓶气修丹给老者。气修丹属于5品等级的消耗性丹药，对于斗皇甚至斗宗都是有着一些加速恢复斗气的效果。要知道，丹药对于魔兽强者来说是非常珍惜的，因为炼药师可以说是只有人类才具有。萧炎这一送就送到了老者的心坎上呀。灰衣老者舔了舔嘴唇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家伙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很顺眼。”之后毫不客气地从萧炎手中接过玉瓶，挥了挥手，又道：“没事儿，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，小家伙不用担心。至于这些烦人的东西，我也会帮你清理一下。”萧炎含笑点头，对着灰袍老者抱拳躬身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便多谢老先生了。”灰衣老者嘿嘿一笑道：“老夫筋骨，别叫什么老先生了，你是炼药师吧？这种气味，寻常人可是不曾具备的。”萧炎迟疑了一下后，轻点了点头。见到萧炎点头，筋骨眼中顿时掠过些许奇异光芒。旋即笑眯眯的道：“你先进去吧，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狐，通过迷阵不成问题，但想要成功抵达天山雪潭，可还有着不少的阻碍。放心，老夫不是收了东西不做事的人，会通知人格外关照一下的。”闻言，萧炎心头也是一乐，这丹药送得不亏，对着筋骨拱了拱手，然后便是转身进入了树门。树门内的浓雾比之山脉之内浓郁了将近10倍不止，这迷阵果然棘手，连灵魂力量都是难以穿透。萧炎正低声嘟囔的时候，一微凉的手探进了他的掌心，旋即纳兰嫣然那轻柔的声音从身旁传来：“不要慌，是我。”紧绷的手臂缓缓松懈，萧炎目光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了望，却愕然地发现没有半个人影，但手掌上传来的触感却是分明地告诉他纳兰嫣然就在身边。似是知道萧炎心中的疑惑，纳兰嫣然的声音徐徐传来：“不用看了，这迷阵能够阻碍人的视线，即便我们相隔很近，也是看不见对方的身形。我拉着你走，有通灵白狐引路，要出去并不难。”闻言，萧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，心头略有些庆幸，好在此行遇见了纳兰嫣然。感受着手掌那柔软的触感，萧炎心中忍不住的一荡。不过这种情绪刚刚出现，便是被萧炎迅速压制。就这样，两人手牵着手前行了将近半小时的时间，才出了迷阵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